所以我一接到这个节目的邀请，我就来了。我不想再等了，我单方面宣布，这个节目就是我跟星爷第一次合作，爱咋咋地。掌声有请气氛组组长大鹏。大家好，我是大鹏。把你们刚才那形容词儿再说一遍。上哪儿找的观众？我知道你们都在想，大鹏来能干什么？一个导演，我们不想看他宣传新电影，我们想看的是付航，是刘洋、刘仁成。巧了，我的新电影《长安的荔枝》，他们都在。我这么说啊，也没有利用他们要宣传的意思。想要宣传，我找刘德华、杨幂多好。巧了，他们也在。还有周星驰。他的喜剧精神与我们同在，我很崇拜星爷。10年前我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想邀请他客串。我带着煎饼侠的剧本去到了香港，我跟星爷说，能不能参与我的电影？星爷说，大鹏，等一下，我这边也有一个剧本，叫《美人鱼》。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想，这是要我演呢。我陪着星爷聊到了第6天，星爷说：“大鹏，你必须要走了。”我说：“咋了，星爷？是哪儿不满意吗？”星爷说：“大鹏，再不走，港澳通行证要过期了。”我抓紧时间赶紧问吧。我说：“星爷，你到底想让我演哪个角色？美人还是鱼？”星爷这一次没有叫我大鹏。他陷入了沉默，我当时就明白了，星爷其实根本就没打算让我演，他想让我倒，最后他也没好意思说出口。煎饼侠还没来客串，但我始终记得我们俩要合作这个事儿，所以我一接到这个节目的邀请，我就来了。我不想再等了，我单方面宣布，这个节目就是我跟星爷第一次合作，爱咋咋地。合作了，星爷合作了。我很喜欢我和星爷合作的这个节目，选手我都认识。有一次我逛商场，我还遇到大老王了。虽然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我认识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我说：“你是大老王吗？我也是个明星。”大老王当时说：“您这个‘也’字啊，让我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您是谁，但咱俩可以加个微信。我说太好了，那下次有演出的票，记得帮我留2张付航的。付航是真红啊！我这么说没有说大老王不红的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后来通过大老王推的微信。付航、刘洋、刘仁成，这也都演上了我的新电影。有人好奇，他们红了以后会不会飘？飘不飘我不好说。反正有一次在拍摄的现场，观众们看见演员了，观众们很热情，在那喊“刘天王，刘天王”。刘洋和刘仁成同时站起来挥手致意，把身后的刘德华挡得严严实实。你们也都看到这个局面了，录到今天，2位刘天王，留那头去了。在这里，电影要上映了，我也想跟
3位参与了的老弟打个预防针。其实最后成片里啊，你们每个人的戏份都减掉了一点儿。问题是他们也就拍了一点儿。但作为导演，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说电影拍得很精彩，时长有限，这个时候是剪掉刘德华的戏呢，还是剪掉付航的戏呢？刘德华。我相信每个导演都会剪掉刘仁成的。我就知道。开个玩笑啊，大家最后还是在电影里能看到他们的。如果眼神足够好，拍的时候也非常投入。付航在电影里演一个岭南荔枝园的保安，有官兵要来砍伐这片荔枝林，付航不干了，说要誓死保卫，说跟树有很深厚的情感。后来还主动要求加一场打戏，啊，说要不然人物不完整。你们要问打得狠不狠呢？反正那场戏是那部电影付航的最后一个镜头。人物倒是完整了，人无完人嘛。打完以后我说打得很好，咱们能不能再保一条？付航差不多得了，大碗凉面啊！我赶紧安慰他呀，我说虽然你的戏份不多，但是你回去可以跟亲戚朋友说呀，咱们这部电影这么多的明星，主打一个付航。我可以证明啊，演技非常扛打，真不是来宣传咱们电影的。我一直觉得让人开心是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所以呢，我是来给各位了不起的人加油的。大老王，在，加油，好吧？虽然这次没演上我的新电影，但周星驰也没演上啊。在我心里，你就是星爷一般的存在。谢谢大家，我是大鹏。谢谢大鹏导演为我们带来的单口喜剧的表演，请您入座。哎妈，紧张！再次欢迎我们的气氛组各位组长，欢迎田真姐，欢迎大林，也再次欢迎大鹏导演。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大鹏导演是好久没说脱口秀了，是不是？哎，是对，这个重新又站在台上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从上面开始就开始腿软，但是观众们特别好，我还没说话，他们就开始乐，所以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后来我说话了，反正慢慢也不乐了。我们刚才在底下算着呢，那么多人参加了您的电影，好像您最重视的还是大老王，是吧？大老王对于这个大鹏导演这份嘱托有什么想回应的不？不许哭啊！加油你，不是我加油，我加油。都加油，都加油！我们下半场要比赛的朋友都加油，好不好？好，上半场的赛况就非常激烈了，而且也发生了一次魔王挑战，非常的精彩。在这儿问一下咱们气氛组的各位组长，上半场您印象最深刻的那些情节都有什么？首先上半场，我觉得我哭出了去年决赛的水平。我觉得第一场就可以媲美去年的决赛的精彩程度。您说您的发挥还是他们的发挥？我说我的情绪的激动的程度，情感的浓度是吧？对。大林呢？我印象深刻还是付航吧，还是付航。我是说他应对比赛的这个态度啊，
他永远在说，他说，哎呦，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小演员，然后特别希望大家所有人都比我强，他会有这种心态。你按理说上一季拿了这应该功成身退了，这一季又来了，1年就功成身退。是，就说这个人家不骄不躁嘛，特别的佩服。而且我们新朋友也没有辜负付航的嘱托，付航的金牌已经被嘻哈我们今年的新朋友拿走了。嘻哈是我们上半场的第1名。大鹏导演呢？哎，我感觉我要反思一下我自己，因为你站在那儿了，你感受到了，你才知道他们多了不起。那些看上去那么伟大的表演，现在在我心中更伟大了。确实，也是非常精彩的对决。你们如果看到晋级席，就会发现去年决赛的咱们的10强，今年在参加比赛的6位。除了没有上场的于翔宇，前面出战的5位已经都被这些朋友送到待定席去了。我们的待定区现在星光熠熠，能看到他们吗？哎呦呦，嚯！发生啥了？发生啥了？完了，跑了。往哪跑啊你？干啥呀？哎呦哎呦！哎呦，刘仁正。看不着这儿，看不着这儿。啊，不知道咋了？喂，嗨，大家好。这是黑灯是吧？这后边有刘洋教主刘仁成。挨个介绍一下，除了于翔宇之外，其他全在这儿了。报数吧，黑灯。3、4、5、6，对，7都在这儿了。于翔宇，快点来吧，于翔宇。我是老8，我就不掺和他们了。那我们就开始咱们的比赛，团队火拼赛第2期上半场正式开始。希望坐在对面的朋友们好好发挥，也辛苦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了，就像在剧场那样。还是老规矩，喜欢就笑，喜欢就投票。我们的上半场开场演员也很不容易，而且他是一位来自海外的朋友，他是一位东北人，但他生活在新加坡。哎，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阿水。大家好，我叫阿水，我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然后我老家呢是东北的，所以海外呢不光有华人，还有华人嘛，华人，对，这自己人，新加坡那边的华人也看咱中国的综艺的，啊。但是追的不勤了，可能会有一些滞后。咱这边的很多梗啊、流行语啊，传过去可能都成老梗了。但是我们也很爱看，因为质量都很好，很精彩。怎么说呢？奥利给啊，形容一种酷毙了的感觉啊。包括单口喜剧综艺，我看的比较晚。这么说吧，现在海外网站上我看得到的几个国内脱口秀新星。现在他们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他们现在在海外正当年，或者说国外乱了。我的生活前几年也比较乱套，工作方面啊，在海外被裁员了，就是他国外有些公司他们裁员不提前通知的。我那天正常下班呢，我看到 HR 在那儿突然加班，我说那我就先走呗，啊。果然，第2天一早收到公司 CEO 发给全公司的邮件，开头第1句 "It is a hard decision"。我这一看呀，是来硬的了。确实是能先走了，是吧？当天就被裁了，当天被裁的。跟大家说一下是啥公司吧。就国外那种一创业就要做什么全球化的公司 ，global company， 哪有那么 global 啊？就自己网站做的高大上，啊，贴一堆外国人，4个人恨不得凑7种肤色，
那几个人假装对着一台电脑工作，是吧？那个话外音也很应景。We are future maker. We are problem solver. We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re's only one computer. There's only one. 一台电脑可不就 work together 吗？当时在海外接着找工作，挺累的，就是要接触各种 HR，就是刚被一个企业踢出来，你要再听新的 HR 宣传他们那些企业文化，我心里就俩字儿：忽悠，接着忽悠。我当时面试咱国内大厂在海外的部门，啥公司我也不说了，反正那 HR 说话挺有范儿的，感觉每个字都有节奏啊，非常感觉在跳动啊。当时那 HR 是这么跟我说的，说你要加入我们，你还是要融入我们的这种文化，也就是我们的 culture。我说请问是什么 culture？ 他讲我们的企业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谦虚啊 ，Our people are always humble。你们知道什么人不这么说话吗 ？Humble people。你们公司这么在意 humble 吗？要人谦虚，那我加入你们，我可以玩命谦虚，对吧？老板问阿水，这个东西加班能不能完成？我说我哪有那个能力呢？我以后交简历，我就交一份谦虚的简历。编程不会，英语不会。面试官说不会，可不可以学？我说我可以学，但学不会。我不是说 HR 的工作不好，大家都是工作。我烦的是有的企业他那种拿腔拿调的，就是招你还要教育你那种姿态，啊，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给做公司宣传还是找你捐钱。那到你面前就加入我们，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一段 journey， 它是一种 mission and vision， 还是一段。Yeah， 你说这跟 HR 聊天，你能没有格局吗？是吧？他跟我聊的都是 What's your 5-year plan？ 你的5年计划是啥？我回家心想，我这劳务合同也才3年呢。跟这些 HR 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唠，挺累的。当时就特别希望学我东北我爸那样，就是在酒桌上都自来熟，能拿捏一切住场面，就是自信，对吧？一般一个老妹儿先把酒杯拿起来，有没有大哥讲2句啊？我爸拿起酒杯来，行。这老妹儿，你把酒杯拿起来，拿起来。酒杯里呢？有酒，我喝了，你随意啊。我这个人，咱说就是好使，咱哪天咱能安排啊？那这个面试场面就会像现在一样，没有人敢说话。你感觉大哥没说啥东西吧？但是感觉大哥有东西。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拿出这种自信，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这么自信，谁还敢小瞧我？那 HR 拿起简历来，看 you introduce yourself， 我说切。那 HR 老妹儿，你把我简历拿起来，拿起来。简历里已经有我一个简单的经历了，我写了，你看不看？你随意是吧？我介绍一下我们东北人，我们东北人好使。咱哪天咱安排，是吧？外国 HR 听不懂，我就给他解释，好使。I'm a problem solver。哪天安排 ？I'm a future maker。谢谢大家，我是阿水。谢谢阿水的表演。喜欢阿水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
1，请锁票。掌声再次送给阿水。阿水虽然是第一次登上喜丹的舞台，但是就很稳健的表演，我看几位也是看的，就是一直在点头。大鹏导演这一听就是老乡，对吧？老乡，纯老乡，我可能认识你爸。喝过酒。他说第一个包袱是华人，海外不仅有华人，还有华银，我就拍灯了，太亲切了。谢谢鹏哥。你现在羞涩什么？鹏哥去年看的鹏哥的电影，年会不能停。我以为在新加坡刚播到煎饼侠呢。而且他的表演真的就是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听到"忽悠"这2个字儿了。阿水，我看你的资料是 AI 算法工程师，对，所以你脱口秀是兼职吗？脱口秀兼职，平时主业是做 AI 就那块。那你是怎么发现自己脱口秀方面的技能的？几年前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在新加坡，然后看咱国内的综艺，就是学嘛，自学啊？就自学嘛，看视频。因为真的很有陪伴感。其实国外那个我们看的综艺，真的就是国内的综艺，然后有很多喜欢的演员，像刘洋啊、周奇墨呀。然后我这是回来有一点粉丝心态，回来第一次见到刘洋。您是不是觉得他们俩刚出道？是不是？还在那时空里呢？还在新星。你们有刘洋粉丝吗？有。那你看过他们的视频就？哥们儿。一起练呐！你一组我一组怎么样？这个太像，声音都像。你可以退赛了。他是用 AI 研究过我吗？希望你追星不要追到那个待定间去，好不好？但我觉得他刚刚的表演里边，确实他一说，我感觉能看到一点点周奇墨在那种影子。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呈现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人物，你们不认识的场景。你们甚至可以点一个周奇墨的段子，我都能给他学出来。8点，抓把他杠，抓把他杠，都赢我的那都赢，又都赢我的那都赢。Listen to 拜拜 ，Listen to 拜拜啊！大林看完之后觉得熟悉吗？有种。其实我在看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猜测啊，其实是一个较为内向的人。对。您和刘洋他是真他觉得这样他很那什么，您是模仿他套在他那壳后头，就是还是觉得做这些东西会有一些羞耻感。没有，就I 人是这样，I 人只有平时表达是非常少的，他只有在台上的时候有那么几分钟给大家看一下他是啥样人。再点一个，别点了，不是，来，不是，原版视频的版权不在咱们平台，那个，怎么有一种进入东方斯卡拉的感觉？好，谢谢阿水的表演，谢谢。